大家好，今天是11月7号。昨天比特币收了一根空翻吞噬的 K 线，很多朋友可能是担心，像这种 K 线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转折点，比特币又往下去跌？不然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，昨天这一根下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它其实里面是缩量的结构，有可能只是在整理，只是它不涨的原因。这几天有跟大家讲，一个是日线 KD 在背离 ，MACD 也是在鸭子张嘴，只是短线像这种图形，我们不宜去做追加的动作。还是以持有为主啊！你前面在2万有听我的建议，有做对，或者是19000、18000，还是给我持有。只是短线你要操作，就类似这种2根上涨，你尽量找压回；2根上涨，你尽量再找压回。那至于这个位置不大涨的原因，今天再来跟大家聊几个原因。除了 KD 或者 MACD， 其实还有很多原因，比如说 Vegas 4个小时是有压力，以及这一周美国的 CPI 要再公布。有可能主力在这个位置也是很有耐心啊，他是要等周四以后看是不是要确认再往上去拉升 CPI， 再配合本周的一个时间点，其实就是120MA 跟60MA， 短期有可能在整理，也是在等120MA 确认了以后会不会再上去啊？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并要 OK 返用 20%， 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不用认证啊。那么来看一下。就这个位置，它是一个空翻的吞噬，也不一定要这样子来看。就这一根下跌，我们尽量观察一下缩量。如果是一个涨幅在相对高档的位置，前面如果是小碎步的，或者是这种小小的 K 线上涨，突然来了一根下跌的 K 线实体啊，然后我们看一下下方的量能，它如果是出大量，比如说前面量能相对比较小。出大量盖过前面的这种，那你就要小心。但是这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其实量能是在缩的，而且缩量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你看一下4个小时哦，基本上缩量的位置都是在高位的时候在缩量，然后看1个小时更明显啊，它是在这个位置破位的时候才出量。那有可能这种出量的低点就是你为什么不在高档的位置去出量？高档位置出量有可能就是有人在这边偷偷的出货，但是看到破位的时候出了这种量的，那不排除有可能就是短期，你要做多，我的观点还是持多为主啊，就是要再做多，已经是把支撑位从2万修正到这一个20400嘛。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，主要就是这个位置。如果是短线的投资者，你尽量再观察它有没有这种低点啊。就是这一个小型的 W 底突破的时候压回的这一个位置，这个下影线的位置，反正尽量观察吧。如果是真的再来到这个位置，要做多再去选择做多。但是我感觉是这个位置其实有量，有可能短期是有一些散户在这边，是不是短期被下了？主力有时候就是很巧妙，拉升的时候让你去追，然后压回的时候让你去恐慌，这种来放量。所以我们尽量这样子吧，前面有跟大家讲，这2根是一个奔走型整理，压回，你再去找2万的位置买。如果是2根涨出去以后，你要追价不宜追价，就观察一下还有没有整理。主要就是日线级别也是讲了几天，它 KD 有背离啊 ，KDJ 是有背离，价格在过高背离，但是趋势还是往上的情况下，你不要去管这种背离，有可能修正到位以后，时间到位，是不是要再往上去突破？就类似去年的8月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几波涨幅，这边上去以后压回再上去，这边就开始背离了，背离它有修正啊，或者这种有修正，这种有修正，最终还是会过高，再压回再背离，还是会过高。所以现在的位置要做的话，就是尽量还是压回，你如果还要再做短线，选择站在多方，思路还是不变嘛。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MACD 短期这个位置如果是下一步它就算有死叉，观点也是不变，你要站在买方。昨天是有跟大家讲，就这一段时间它是有一点鸭子张嘴的迹象，那你不然就看一下有没有死叉的买点。因为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，就是去年8月份的时候，当时这边有一个 MACD 的鸭子张嘴后面是涨了一波，就算它有死叉，最终也是会再过高，就是压回的低点都是买点啊。所以目前的位置不一定要把这一根 K 线看成一个空翻的吞噬啊，
你不然就把那个20400看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位。那至于不涨的原因其实有很多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 Vegas 其实1个小时里面的结构，前几天压回的低点是有跟大家讲，只要这2条线，一个是144，还有一个是576跟676的通道，它只要是在多方排列的结构，就是这一条144是站在576的上方，那说明就是中线的成本它是在保护短线的成本，只要有压回踩这一个中线576的这种成本的位置就是买点，后面最终再上去。那现在是短线又压回到这一个144的一个成本，不排除它有没有可能再破下去，反正你就尽量观察一下，这一个576的成本有可能下一步也要来到这个20400附近，我给的一个支撑位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它这一个成本线会一直在往上去抬升，因为前面在这个位置也是有跟大家讲，它的成本下一步会来到这个2万，那现在短期你就尽量观察，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会来到这个20400，不排除如果真的再压回这个2400也是一个买点啊，只是4个小时现在是还没有走好，因为它这一个位置这2天涨的这个高位是这一个676的这个通道上也有一点压力，而且4个小时目前其实在整理的结构，就是在等待这一个144的4个小时里面的这一条线什么时候给我交叉过这个线啊，就是576跟676。还有一点就是这一个日线的120MA，我们今天重点观察一下这个120MA，它是这样子，前面这一根大涨的时候不是过了吗？过了以后，按正常的情况，如果是一根大涨的 K 线，整理的形态强势的有一种就是直接横在这个上方，连这个一半都不测。那相对中等的一点就是，它如果是要去回撤这一根 K 线开盘、收盘跟开盘的这一个上涨的 K 线的一半位置，你去加一下嘛，然后除以一半的位置，一般相对中等的一个整理，它有可能会回撤这个一半的位置。那最弱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一根 K 线的开盘价，它有可能会全部吃掉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尽量就观察，目前它是过了这一条120MA， 目前还在测这个120MA， 是不是突破有效突破压回来确认。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一周其实时间是并不多，如果是这一周结束以后它还不往上去拉升，那这一周的时间有可能就会浪费掉，因为120的成本现在是在这一根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、5根、6根，接近7根左右。你如果拉一条直线过去去观察，这一周时间结束以后，它的成本有一段时间将会来到这个高位，所以这一周时间也是非常的关键。如果这个位置主力真的压回到位，确认以后再往上去拉，你要重点去留意本周美国的 CPI 是在周四的时候公布，所以时间是5到7天左右。美国 CPI 公布完是不是？当然现在的一个预测值我还没有去看啊。如果是在周四的时候公布完，不管它是不是美国 CPI 通胀继续抬高，但是我的一个观点是，有可能这个位置主力也是在等那个美国的 CPI。有时候利空不一定是利空，你要去观察一下，它如果是短期有压回的低点，到时候再出利空。因为之前6到7月份的好几个位置，当时也是压回的低点，都是再出利空，但是利空也不一定是利空，它最终是拉了上去。所以目前的位置，我的观点还是不变，手上的仓位你尽量给我持有长线啊，有做对要学着会给它咬住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